虽然美国疫情泛滥早已被外界熟知，但是美军内部的感染情况，尤其是环境相对闭合的海军舰队上，疫情始终被五角大楼刻意隐瞒。不过，随着五角大楼最高级别会议上的感染源出现，美国海军的感染情况彻底瞒不住了。据美国军方海军时报在当地时间10月10号报道了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麦克吉尔迪上将在9月30号的一份信函，透露了美国海军的疫情现状。该上将在信函中指出，目前美国海军全舰队中超过190艘出现了新冠病毒的案例，这严重影响了美国海军在完成预定战术时的执行能力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经济问题和造船业衰弱的影响，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尝试缩减舰队规模，并尝试进行转型，而目前拥有军舰总数是296艘。这也就意味着，这位麦克吉尔迪上将的信函里所谓的190艘，代表着美军超过60%的战舰出现问题。而且更要命的是，战舰通常来说，相对于比较封闭的环境，海上航行的情况下，在船上既没有足够的隔离环境，也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。这种情况下，这超过190艘的战舰，恐怕一船都是感染源了。美国海军时报透露，尽管海军方面以保密为由，依旧拒绝公开具体的感染情况，但是至少可以确认的是，军舰上的公共餐厅是主要的感染发生地。而在这超过190艘战舰的感染来源，目前尚不得知。这其中包括了在海上航线时被发现的病例，也发现了停靠港口休整时被检测出来的病例。颇为讽刺的是，在这位美军上将写完信函后不到10天的时间里，该名上将就因为与新冠疫情患者密切接触而被隔离，而原因则是按照惯例参加了美军高层内部会议、各军种参谋联席会议。恐怕这名上将自己都没想到，不光美国海军的大部分战舰被攻陷，就连美军的标志性建筑五角大楼都被新冠占领了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在今年早些时候，美国海军的里根号航母、罗斯福号航母这2艘重量级的核心作战平台就被曝光出现感染情况，甚至罗斯福号航母的舰长因为不满当局隐瞒事实，还公开曝光了舰上的感染情况，结果却遭到了撤职。这大概就是美国人所谓的解决不了问题，但可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。也是因为美军长久以来的不作为，导致这场火越烧越大，越烧越旺，从海军某艘舰艇烧到60%以上的舰队，进而直接烧到了五角大楼。而更讽刺的是，自己内伤不治，却依旧要坚持在我国南部海域惹是生非，挑动地区矛盾。这充分证实了美国的存在就是当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。